蛋总，我快崩溃了，我发现被删了，他还有小四，故事有点长，肯定长，看开头他就短不了了。他是开店的，比我大4岁，我23，去年公司有对接活动就认识了，现在在一起1年了。他事无巨细的向我报备啊，在一起1年了，他事无巨细的向我报备。我自己租房子住，他是当地的，跟父母住。前3个月我们没有住在一起，工作日几乎都会接我下班，周末也会待在一起。后来变成1周可能3到4天和我住在一起，剩下的时间回家住，也会和我打视频。交往4个月的时候，我父亲生了严重的病，我请假，他陪我一起回家，关心我，照顾我父亲。那段时间我好感动。我生日他发了官宣的朋友圈，每次我回家都会买东西让我带回去给爸妈。中秋和我一起回家见爸妈。8月份的时候，他想开另一家店，是他一直想做的事儿，但资金上有点困难。哎呀，这花样都不换吗？咱们就是说这么多年了，就这点花样吗？哎呦我的天！哎呀，新来的朋友们啊，买点那个牛脆脆可以，老朋友买点新品吧。今天有点新品，资金上有点困难，肯定有啊，可能没有吗？认识你不就是为了这困难才认识的你？我每天看着他因为这个事情头痛，和他在一起的这1年，他对我真的很好，对我家人也很好。这1年花销都是他付的，我也经常收到礼物，所以在他很难的时候，我支持了他。他没有向我开口，我先转个3万给他，第2天他也写了欠条给我，后面过了半个月还是不够，我又把我剩下的所有积蓄都转给他了，2笔加起来一共7万。后来这笔就没有给我借据，店顺利的开起来了，从准备到开业，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陪着他一起。现在店开了刚满1个月，国庆我回家从收假回来，我们见面少之又少，视频呢每天都会打，他总是以开店忙为由，说是11、2点才关门，回来就打扰我休息了。我感觉到他有点不对劲了。见面时手机永远不离身，变得很敏感。我知道肯定是有事儿啊。他手机密码虽然不肯告诉我，但是我还是有办法。我知道了，我知道不管有没有隐瞒我的事情，我看了对我俩都算不好，但是我还是看了。我看了朋友圈，我发现他已婚，他有一个3岁的女儿，国庆还陪女儿过了生日。看了发我的那条朋友圈，果然是仅对我可见，还有我们的共同好友可见。甚至他的老婆就在他上一个店帮他看店，哇天，好新颖的开店模式，开一个店就得谈个恋爱吗？好新颖，我的妈，这是好新颖的加盟模式，这什么东西啊？我的妈，我隔3差5还都从那个店经过，我都没有发现里面是他的老婆和女儿。哇，他的新开的店我经常去，可能是他老婆在帮他开另外的店吧，所以我们总是完美错过。哇，一次也没有遇过，管理天才，这什么呀？这都是，我的妈呀，吓死了！干什么呀？艺高人胆大呀，这兄弟，这是要干什么啊？啊，惊了！干啥呢？他是俩店长吗？他是这个意思吗？这什么意思啊？他是，哎呀，头晕了，我就晕的。后面还有好长的，朋友们，哇，晕的，真是蛮晕的。还有啊，没有寻求法律帮助吗？没有寻求警方帮助吗？姐妹，还有啊，后面看到这儿，我仅以为是被删了，还有更令我震惊的事儿，他还有小四，哇，还有个店，事业心挺强啊，这兄弟，还有个店啊。我看了他的开房记录、聊天记录、外卖记录、购买记录、相册，原来在这没有找我的这1个月里，他一直和小四待在一起啊！这是想开新店了，这肯定是想开新店了，又缺钱了。并且从聊天记录来看，小四知道他有女朋友，他有老婆，他有女儿，自觉当3，等他离婚啊。但是小四并不知道有我啊，并不知道，只知道那1个店的情况，不知道有他。我浑身颤抖，越看越恶心。我知道评论区肯定已经喊我快跑了，我知道要跑，我看你们喊快跑了，没有喊你快跑，都崩了。大家的情绪比这个让你快跑还崩溃了啊！让你报警啊！大家让你报警啊！没空喊，我知道要跑。虽然一开始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是如何做到的，那确实有点难以做到的，太猛了，他要干什么呀？但是现在觉得那些为什么一点也不重要了。我担心的是他现在跟他摊牌，我害怕我的钱要不回来。我发现呢，小四儿也借钱给了他了，具体多少我不清楚。他老婆呢还借网贷给他，真有事业心呢。这兄弟这兄弟骗钱全开店啊！这兄弟骗了钱也不是说花了，全投资了。哇，这种骗子我真是第一次见啊！这好怪，这种有事业心的骗子不常见啊！扩大再生产了，说是这一般骗钱是赌博的花的，你说这开店了，创业了，说是啊，震惊了。我知道近期这个钱他应该还不了，他新开的店嘛，大概营业额我清楚。如果我装不知道这件事和他继续过呢，过年前可能能要回来一部分，但是这期间我猜我也做不到，不在意，我可能会非常的难受，非常的恶心。我承认我真的是最蠢最傻的人啊，也别这么说，有点倒霉啊，是我太真诚太善良，对，有点倒霉嘛。
给我上了狠狠的一课。我从发现到现在，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我已经保留到我所看到的事实证据，拿到了他父母他老婆的联系方式。我知道小卖部一直建议我不要报复，不要找他老婆。我觉得最可悲的是他老婆，所以我不会去找他。那是一个给他生个孩子，还帮他看店，给他带孩子，憨憨女人。我们都是憨憨的，都被他骗了，但是心里仍然很恨。骗我就算了，为什么还要见我父母？对呀，这也真是，他还照顾他爸来着，还跟他一起回家。他爸生病还照顾他爸来着，这哥们儿，妈的妈！但我心里仍然很恨，太能理解了啊！这搁谁受得了？骗我就算了，是吧？想问小卖部这样的坏人不会被惩罚吗？还有就是我更关心我的钱应该怎么办？对，你看这不找律师报警，对吧？报警找律师，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你让他补个欠条先，这会儿不是还没发现吗？补个欠条，你先把证据弄得再充分一点，一共欠你7万块钱，得写清楚，讲明白，这欠条补了。你可以这么给我，你说亲爱的，看这个店吧，你看这个店啊，我也出个钱，而且我还不光出个钱，我还出个人，出个时间，我天天帮你开店，你有时候有看店你还不在，要不这个店就算咱俩合股投资了吧，你给我补一个股东协议，但是这法律我也不太懂，你要不先把这欠条给我补上，将来呢就算一个股份，我也想跟你好好的长期的在一起，咱们一起有一个事业，聊天的时候录音，把这些都做实证据。转账机构什么跟他聊聊天录音啊，就是谈这个过程中他不就亲口承认借过你这钱吗？就把它补上啊，真可以法律武器了。他这个钱又不是丢了，肯定能要得回来，钱不是变成店了吗？变成资产了，这肯定要得回来。报复嘛，哎呀，我是觉得是吧，法律武器保护一下自己吧，把钱拿回来可以。报复还是不太推荐啊，我依然不太推荐报复，没啥好报复的，把钱拿回来就行了。这什么地方？我看这发生在什么地方也很重要。你说他开3个店。啊，不是2个店，约个老婆，谈俩女朋友，小3小4是吧？哎呦我的天哪，真的吗？这不会，他关键是个开店的，他这个社会关系他怎么会，他早晚会被人知道的啊，朋友。其实你报不报复他，他早晚会暴露的，你赶紧把钱拿回来吧，太离谱了。但我刚刚毕业了，我今年身上发生好多事，我本来就有抑郁症，然后上半年和男朋友分手，导致严重转双向了。但是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以为自己好了。那时候我兴奋话多，常与人起冲突，身边一些朋友室友受不了我，纷纷离我而去。而当时我甚至意识不到这些事的后果，依旧我行我素。我还喜欢一点小事就发动态，现在想想感觉暴露自己的内心暴露太多了。后来就是去找工作，我没和父母商量就去了外地，然后生活费又不够，所以我甚至还街头露宿过。然后我爸妈发现我的情况实在太极端，就把我接了回来，我住了1、2个月的院，慢慢稳定了。现在在家里回想这大半年，因为自己患病，导致自己也没有好好准备考研，也没有好好把握身边的人际关系，甚至街头露宿的回忆还让我感到羞耻。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自己的生活变成这样，感觉身边每个人都比我正常，也在好好往前走。你不也好好往前走吗？你往哪走？你往回走了吗？想回也回不去啊。大家老说往前看，往前走，其实这是个客观的事实。你想往回走，你走得回去吗？你有时光机器呀，你走不回去。你是小叮当吗？你有那大抽屉吗？往前走，往前看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所以你就好好往前走，往前看就行了。别老觉得什么身边每个人都往前走，你没往前走啊，时光为你一个人倒流啊。你想往哪走，你只能往前走，往哪儿走你都是往前走啊。这个叫物理，好吧，这不是心灵鸡汤，这是物理。可我仍然被病痛折磨着，每次想到这大半年的经历，我既后悔又羞耻。我想知道我该怎么释怀。你好好养病吧，孩子。这就你要问我呢，我其实给不了你更专业的，你都在已经寻求医疗帮助，都住院了是吧？我给不了你更专业的。第一呢，遵医嘱，好好吃药啊。第二呢，我接下来说的话不构成医疗指导，我就是个人经验跟你聊聊。你既然信任我，稍微瞎聊聊不一定对啊。在我看来，你就是非常幸运，朋友。你觉得你自己后悔、羞耻、后悔是吧？觉得这半年这那的，但我觉得你非常幸运啊。你要不是及时的住院，你还有机会给我写这个信吗？你又露宿街头，把身边人都得罪了，也没好好准备考研，是吧？挺好的呀，你这不是所有错事都及时的止损了吗？及时的停下了吗？现在不是走上正确的轨道了吗？这不挺好的吗？还能更幸运吗？不能更幸运了。在你这种状态下，你现在就是最幸运的，我觉得很好，我觉得你很幸福，太幸运了啊！好好接受这个幸运就好了，别想了，往哪走都是往前走，你好好走，回首过去，是吧？你很有可能比现在糟的多得多啊！都停下了。你要是再想呢，过去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但是如果你一直后悔过去发生的事情，可能会把你的将来变糟。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道理。接受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未来就会变得好一点；不接受过去发生的事情呢，过去不会改变，未来也会变糟啊！好好养病，朋友，这不搁医院呢吗？好好养病呗，完事儿了，挺好的。
你以后稍微病情好转一点，你会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经历。今时今日有多少人街头露宿过，然后又有机会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啊？你可能是吧万里挑一的武学奇才，很了不起的。很多人都是走进灵魂的黑夜，你这个灵魂和肉体都走进黑夜了，还能再走出来，不容易啊！好好珍惜吧，对不对？很不错，我觉得这不错。没有好好备考考研，你这个情况，你觉得你适合读研究生吗？马游，好好养病吧啊，找点活干，完事儿别想了。没有好好把握好身边的人际关系，没事儿，以后人多的是，人不有的是吗？这不到处都是人吗？感觉身边每个人都比我正常，那也未必啊。有的人疯的明显一点，有的人疯的低调一点啊，大家都疯了，没几个正常人。当然就是有的人疯的症状是外在的，有的人是疯在内在，有的人你看起来嘻嘻哈哈的，里面都碎了，是吧？你别老想，别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行了。你也不用觉得别人都比你正常，有的人只是不接受治疗而已，正常只是没有确诊啊。有几个正常的，过日子得了啊！别老想别人啊，不是啥大事啊。这双向也没啥大事，就好好治病就行了嘛，就生病了而已嘛，对吧？病不要就是那个这个病就是不是说从小听啊，这2年才听说，没啥，那你就治病不就完事儿了？你只是以前没见过，那新病多了，那新冠你不以前也没听过吗？对不对？没啥啊，新冠得的人多一点，得这个的少一点，也不少啊，好好治就完事儿了，该吃药吃药，该休息休息。双向是什么病？哎，就是双向情感障碍 ，bipolar 啊，好像是这个单词，就是嗨的时候特别嗨，丧的时候特别丧，比较极致的人生，也挺来劲的。其实想开点不也挺来劲的吗？别伤害自己就行了啊，好好别自己诊断啊。你这下面就说我也是，你就别自己给自己诊断，这上医院要觉得自己有症状上医院去，别自己上个网，天天给自己看出一堆病来。这以前嘛，这是上个网都是吧，说自己这个。哎呦，是不是说这个一刷什么？哎呀，说我是不是高血压了？都是这种。现在一刷，哎呀，哎，我是不是双向？我是不是别自己给自己诊断啊？上医院看看啊！这一帮人天天上网能得8个病是吧？刷个小红书，感觉自己得6个精神病。少上网，少看那些。真觉得自己不舒服就看医生啊，是不是？朋友们，李丹你好，希望可以收到回复，现在就回复你。我在2年前网上认识了一个大我10岁的男生，不对。大我15岁的男生，2年前认识一个网上认识一个比我大15岁的男生，那现在就大17岁了，2年过去了。本人大4，刚开始他很想找女朋友，经常给我发消息，我只是觉得出于礼貌回复消息。后来越认识越觉得他讲的故事真很有意思，和别人吵架劝解我的话也很有道理。他学习很好，有一种从容自信。比你大17岁，怎么还能谈学习好的事儿？还在学习啊？太爱学习了，总觉得他积极向上。不爱抱怨。后来当我发现我看到有意思的事儿，第一个分享给她，而不是我的闺蜜的时候，一看见她的消息就想笑的时候，我觉得我喜欢上她了，就喜欢久了，好像成习惯了。但是她不喜欢我了，我感觉到她不像是刚开始那样回复我的消息了，基本不回复了，偶尔1-2句，时而我觉得挺好，我可以肆无忌惮的跟她说很多话，时而抓狂难过的哭泣了，立志再也不要跟她说话了，直到她和我说话。但是失败的忍不住的总是我知道很荒谬，总觉得她很可怜，比如小时候被饿晕过，长大工作那么忙，总觉得这么好的人应该拥有幸福的生活，有一个好的伴侣，可爱的孩子。也许有啊，姐妹，你的美梦可能早就成真了。而现在他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心里总是希望他开心。今年6月份他来找我，第一面见的时候，我觉得我说话都有点不自然了。现实和网络的交流终究有差别，后来就觉得没那么尴尬了，好像和我认识很久的朋友一样，相处的非常自然。完了，我更喜欢出去玩，钱基本都是他出的，我觉得很不好意思。疯了吧？你大17岁，出钱不应该吗？你还大4，你挣钱了吗？你就要出钱，你要干什么？爬山回来打车100多块是我出的，你说你这他给我发红包，强制让我收。爬山的时候，他背着所有的物品，走到那个摇摇晃晃的地方，他拉着我的手，因为晃晃的我有点害怕，他一下拉住我，带我走过去，我觉得好安心，有礼貌又迁就我。第2次见面，他亲了一下我，我也不觉得他讨厌。当然，早爱的不行了，爱的头晕目眩。这次见面，一起看电影，一起逛街，晚上牵着手散步，送我回学校，我觉得好幸福。可是我们的关系始终就是不明确，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不用形容，我听懂了，不用形容。我非常觉得他可能不是喜欢我才这样，换成其他人，他也会礼貌、温柔、周到的对他。大4马上毕业了，工作也不知道能否找到。对于这段关系，我不知道如何做，好想和他谈恋爱、结婚。可是现实总是不那么容易，相爱可抵万难。单恋可以吗？你这个时候幽默什么啊，姐妹？你就整这么严肃苦情，你最后给我幽默起来了。相爱可抵万难，单恋可以吗？你不是故意在幽默是吧？你认真的在问我是吗？单恋
呀，就还万难一难都抵不过呀，人家不爱你，你不就抵不过了吗？单恋你还要抵万难，这一难不就把你难住了吗？蛋总，我求求你了，他又来了一封，我没回他，他过第2天又急了，又给我来了一大堆，我真的好喜欢他，我觉得这辈子不可能再像喜欢他一样喜欢别人了，别这样了啊！这个叫大四赌咒发誓综合症啊，这个症状也不一定大4发作，有的人早一点高2就发作了，叫高2赌咒发誓综合症，有的人晚一点就是大4发作啊，就大4赌咒发誓综合症。这个症状呢，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呢都不会再遇到这么喜欢的人了啊，我这辈子都不会遇到他这么好的人了，就是这种啊，就这种症状。有的人大2发作，有的人这个高2发作，是吧？不一样啊，但我们统称就叫这个大4诅咒发誓综合症啊。没事，这个症状挺普遍的，别害怕啊，明年就好了啊，一定能碰上。哎呀，问题是他家父母70多了，还逼迫他结婚，再无他法。他今年年底准备结婚了，很急。他说我家里肯定不同意，他不能再跟我拉扯了，不然和我结婚也很好。可是我真的好喜欢他啊！虽然我现在可能不是结婚的年纪，但是我既然是他，那么早几年和晚几年结婚又有什么区别呢？哎呦我的妈呀，又给你想开了！哎呦，这家伙一想让你又让你给想通了。我不想失去他。我说你能和我结婚吗？问题就是他说你家里同意吗？你能去别的城市吗？你家里同意你去别的城市吗？以及一系列很现实的问题。我总是想的很简单，我觉得有问题能解决，可我好像没有万全的解决能力。我该怎么说服我爸妈相信我的选择？我不想伤害他们，可是我真的好喜欢他，难道我错了吗？我把大家弄得一团糟，可是我现在放弃，这辈子可能就和他再无交集了。蛋总，你能给我个解决办法吗？我该怎么办？你现在此时此刻就带他去见你父母，你看他去不去？惊了，震惊了啊！就惊了呀，行了。你就问他一个事儿，你问他，你说我现在要带你去见我爸妈，你来不来？你问问他去不去？很简单啊，那个问题是吧？你就直接让他跟你见父母啊，估计你就有答案。但你好，我有个朋友，哎呦，好久没有见过这种不诚恳的来信了啊，好久没有人跟我说这种开头了，现在都挺诚实的。这突然来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不适应，挺怀旧啊。我有一个朋友了，开始，行，她前男友是一个大企业的小领导，组里呢加他一共3个人，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已婚男，一个离异女，啥意思？22年，这后面就直接暴露了，啥玩意儿？直接就改第一人称了。23年，前男友和我说，他们那俩同事在一起了啊，就是那个已婚男和离异女在一起了，而且还挺不避人的，同事都知道，我们那会儿都挺震惊的。前男友还扒个各种细节给我看，包括聊天记录、照片啥的。那会儿前男友还问我，他那个女同事是不是整容脸？我说人挺好看的，他说一般吧，不是他喜欢的类型。还给我看过那时候女同事给他发的微信，一些奇奇怪怪的发言，比如推了一家餐厅给他，让他可以带女朋友去吃，还跟他说看不出他是会用情头的人。前男友说他神经兮兮的，好像有点毛病。然后今年年初我们分手了，分手以后呢，分手原因是他不愿意结婚生子。其实就是性格不合呗。刚分手那会儿，我还觉得我对人家不好，作着人了。过个小2个月，他跟我说他谈女朋友了，还说是同事介绍的，适合结婚。我内耗了很久，但是也没办法，谈个新的嘛，我也只能祝福。狗血的来了，前段时间我发现他根本没有交什么新的适合结婚的女朋友，他就是和那个离异的女同事在一起了，震撼我全家呀！我的天哪，他要真谈了个所谓合适的，我还祝福他。他谈这个女同事，我真的觉得这个是2个人妥妥把我绿了吧。这样一想，难道我是他们 play 中的一环吗？哇塞，他们才是突破重重阻碍在一起的真爱吗？现在我能轻轻松松说出来，但他们这个事儿其实让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怀疑自己，想不明白怎么会是他？合着之前跟我看那些都是烟雾弹吗？其实我没有啥特别要求助的，该怎么做我心里都清楚，就是想给大家听一听这种真实故事。感谢聆听。好的，聆听完了。但普通人没故事，从西北小山村一路读书，毕业后从武汉到广州，如今已经是毕业的第4年，校园恋爱的第3.5年。毕业第4年，校园恋爱怎么会3.5年？没懂。存款快到20万了，哎呦，好厉害啊！家里父母50来岁，怎么说呢？不算特别幸运吧。各种小孩的惨痛经历我也都没少经历过，但是也不算特别倒霉，身体健康，父母身体也健康。父母虽然不表达，但是真的很爱我，亲戚还比较友好，过着这样平淡的生活，也经常觉得孤单，也经常深夜流泪。可是永远在下一个黎明乐乐呵呵的上班，依然致力于照顾好自己的衣食住行，依然对未来怀有美好的期待。活了27年，终于不再焦虑长得好不好看，不再焦虑童年的创伤，不再厌弃自己不够优秀。我没什么问题，只是想表达一下，
想告诉广大农村呐、小镇呐出来的朋友，过得最平淡的生活，近乎一无所有的朋友们没有关系，一辈子如白驹过隙，做一个体验派，不要怕，一步一步往前走，让自己多多开心，也不要怕一个人的夜晚，想流泪就流点泪，想喝点酒就喝点酒，洒脱一点。好的，感谢你深夜的正能量，不错啊，非常好啊，非常好，非常好。大家那个按点到达，像这样的事儿也不多。每个月准时来的。蛋总你好，我是一名从小在父母经常频繁吵架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性格敏感多疑，今年30了，从来没有谈过恋爱。高中的时候有人追我，当时在我的英语笔记本上写信表白，我当时看到后就把那一页撕了，我当时都想把自己的脸毁容了。那个男的转身就和别人好了，也是个渣男。随着年龄渐长，才发现自己在那样的环境中成长是很不健康的。之前喜欢过一个男同事，人很有上进心，人品好，有责任心，但是他脾气真的不好，很像我爸，我脾气也特别不好。后来人家结婚了，我还挺伤心。我反思自己，可能是想找个很像我爸爸那样的人来治愈自己。现在身边的人都结婚了，我挺焦虑的，希望蛋总能给点建议。焦虑想结婚呐，在这种焦虑的情况下结婚一般都会比较麻烦啊。建议是先谈谈恋爱，先别这么焦虑。我和我男朋友谈了5年，他见证了我从一个校园小白到一名临床大夫的所有艰辛。我认为他是能和我走到最后的人，我也希望他是。最近我们俩分手了，因为他不给我看他的手机。5年了，我从没有要求过看他的手机，可是我认为这是我的基本权利。其实我也很明白，不给看就是一定有些什么别的事儿吧，很明显，可能我就是不死心吧。基本权利，谁赋予你的？谁承诺的？谁答应的？基本权利没有啊，没有这个基本权利啊，不存在啊，分了就分了吧啊！我们每个人都有隐私权，这叫基本权利，好吧？这个叫基本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权，这个是基本权利。蛋总您好，我是一个38岁的宝妈，我有一个12年的没有牛脆脆的婚姻，孩子他爸因为各种原因吧，从恋爱时期就不能吃牛脆脆了。有时是生理上的原因，有时是心理上的原因，有时是工作忙。在一起第4年，可能是他爸妈催的实在是太紧了，我们终于有过一次，那一次我就怀孕了，整个孕期包括产后几年就再也没有过。我一直有很深的自卑感，每天都很压抑。客观来说，我长得不丑，身材也经常被人夸，甚至有同性因为我的外貌对我有防备和敌意。孩子爸呢跟我是初恋，人很好，很温和，对孩子也好。但是我人到中年，徐娘半老，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激情。10几年这样的婚姻让我心里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我很多次跟我孩子爸提过各种可能性，他也不愿意接受。我这个人嘛也做不到出轨这种事情，跟他商量他也不接受，经常很想离婚，但是想到孩子又觉得为了这个虚无缥缈的快乐很不值得。这个快乐你用虚无缥缈来形容吗？蛋总，姐妹们，我该怎么办？你听听姐妹们怎么说吧啊！你这个能用虚无缥缈来形容吗？这个我说有点不合适了，咱们你就看看这个姐妹们怎么说啊！哎，刚这个我不太方便说，反正就是你就听听姐妹们怎么说吧。但是我觉得呢，人嘛，正常的需要是吧？你这怎么办呢？你看你都影响你的心情了。严重影响自己的心理了。你甭管他是因为啥吧，你就别具体说是因为啥，总之已经严重影响自己的心理了，是不是就应该做出改变了？已经严重影响了，就应该开始做出改变了。好，朋友，真的别等了。这种懊悔、这种痛苦、这种折磨不会随着时间消散的，你会越老，年纪越大越厚，全是折磨，到最后。全是痛苦，全是恨。但我来投稿了，我今年28岁，在多伦多一家医院给客人拍 X-ray 的工作 ，X 光，工资还行，车房爸妈都给我买了。凭借自己的努力呢，我也拿到身份了。但是我现在有件事特痛苦，我感觉自己找不到男朋友，我只想找中国人，并且我还不想找南方人，我就想找东北的，因为平时这多伦多人不也东北的吗？这加拿大多伦多还不够东北啊？多伦多人也是东北人的，因为平时工作生活的圈子几乎没有华人，很难认识到华人。朋友推荐我使用 dating app， 但是我之前用过 dating app， 被骗过，所以我不想再用了。我父母也有点着急，我自己本身也是个 I 人，不太会交朋友那种，也不喜欢参加活动，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好，但是我又害怕晚年没人陪伴。我朋友说只要给钱给得多，晚年可以雇人陪伴。但我的问题是在不用 dating app 的情况下，怎么认识新人呢？还有就是我自己也不确定到底想不想找男朋友，不想因为同龄人的压力、父母给的压力就仓促找男朋友啊。你社交生活比较少，你先把这个跟东北朋友们的社交生活先建立起来。一般来说跟东北人交朋友你不用干什么，
你只要生活的你的就是你以你为中心，你附近10米之内出现了一个东北人，你只要别太抗拒，他会来跟你交朋友的。一般来说，就是你不需要干什么，好吧？你就先交点朋友嘛，找点这个东北姐们啥的，先认识点人，跟他们就一起吃吃饭啊，先玩一玩，再说你再感受感受。你可能是朋友也比较少啊，不一定是想找男朋友。但你好，我是你的切片，好吧？我说全一点，我是做你直播切片中千千万万中的最普通的一个，那不一定啊。你起这个名字你就不普通。在遇到你之前，我从没有做过切片。那天无意中看到了你的直播，发现正在读信，思考了一下，感觉这种形式很适合做视频。我一拍大腿直呼太好了，我要骗你了。在做你切片的时间里，我时常愧疚于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把你在直播时说的梗完整的剪出来，或者按完发布按钮后又后悔没有配好合适的 BGM， 希望自己下个视频可以剪得更好。我自己也从你的话语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实不相瞒，我自己就是纯纯的恋爱脑。现在听了你很多读信，已经变得不那么纯了，不那么纯了，不像话了吧？你变得不那么恋爱脑了，行不行？你变得不那么纯了，像话吗？纯一点好吗？怎么听我读信读多了还不那么纯了？咱们纯一点，纯还是要纯的，别那么恋爱脑就行了啊！纯还是要纯的哈，别冤枉我，你不纯是你自己的事儿啊！觉得怎么还看完我直播不纯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了，我想说做你的切片真是太卷了。我前脚好不容易在直播时录完视频，后一秒剪辑，兴致勃勃发布，没得意一会儿就被提示跟别人重复度高。哎呀，看来大家都在直播间蹲着。最后希望带你在读信亢奋的时候能定格1-2秒，好方便我截图做个封面，行吗？够吗？是这意思吗？感觉理解了，是这意思是吧？最后的最后，希望但注意身体，少熬夜。不过既然姐妹们需要的话，那你还是接着熬吧，长痘也没关系，我后期会帮你磨皮的。爱你的切片，行，谢谢你。还有课代表选拔大赛，但你好，偶然看了你的后场，追到了小卖部，那时你还在看《甄嬛传》，哎呦，这真是老朋友了啊！这个看《甄嬛传》那个，确实我们小卖部刚开播的时候，记忆里最早出现你的名字，是我高3有天夜晚从室友口中听到了这个名字。对我来说，你是我看综艺里的一个嘉宾，而如今看到你成了我日常十分亲切的事儿。投过2、3次稿，还好你没有看到，每次想来都觉得好庆幸。不方便念是吧？后来发现不方便念是吗？看你的直播，听你的播客，常常会觉得很幸福，因为我发现一个善良、美好且同我一样的人，本身就是一件会让人感到幸福的事儿啊。找到同类的感觉是吧？真的很奇妙，让我总能从你的直播里找到精准的解药，很多很多，比如就是各种哇，说了好多啊，引用了很多东西啊。这些话语给我带来了另外一种看事情的角度，跟着你还去看了你推荐的书，带给我很幸福的体验，谢谢你。有点无措，不知道要表达什么，好像跑题了，没有跑题啊，这，我也不知道这个题是啥，这不纯这怎么成夸夸大会了？就是看到你觉得很亲切，就像每次躺在大地上，心脏会变得很低很踏实。想说很喜欢你，绝对没有冒犯你的意思。我在你们心里到底是个什么形象？为什么说喜欢我会觉得被冒犯啊？我都要美死了，为什么我会觉得被冒犯？我在你们心里到底留下了一个什么印象？好奇怪啊！我到底给你们留下一个什么奇怪的印象？希望你能够幸福安宁啊！希望你能明白，其实我自己都不太明白我在说些什么。我听懂了啊！我想说就是我的真心，对，就想表达这个。好的。谢谢，可以，这全夸夸大会吗？李毅啊，那我都不念了，这有点羞涩吧？这纯夸我这一个人嘎嘎念，有点不合适吧？我看看有没有这说自己的事儿的，别老夸我，不行啊，这纯夸我的，不行啊，咱们还是回别的信念，还要念，喜欢听。实不相瞒，我也挺喜欢念，我只是找一个台阶，既然你们已经给我台阶，我就再念一个。看看啊，还有什么？哎，李毅说我必须念，让我念7，必须念。我看看啊，7是啥？他说这个7必须念7。好的，印象最深的信是一封快乐的来信，和父母住在一起，每天要偷偷点外卖，活得畏畏缩缩的那个女生，后来决定去到新的城市，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好朋友，周末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爬山，小小的幸福洋溢出屏幕。但总读信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他提到的幸福3要素：选择的自由，良好的关系，每天都有成长的感觉。上面那段我印象很深的来信，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谢谢他把快乐分享并传递给我，在我自己身上也会发现有种矛盾清晰可见，因为丧失掉一部分，麻木了一部分，甚至开始想念不够清醒，但是充满灵气、充满感知力、追求自由的那个某个阶段的我。
似乎总能轻易地推动很多关键的要素，迷迷糊糊而又坚定地靠近自我认定的阈值。年轻可以不计成本地投入一些事情，燃烧掉一些自我。慢慢我察觉到了自己的无趣，自认为无限接近的成长，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一种退化。眼角眉梢似乎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那种汩汩流动的东西不在了。如果成长要以失去这些为代价，是很遗憾的事。谢谢蛋总，也谢谢所有愿意给小卖部写信诉诸自我的观众们。3大要素我记下了，也在努力的不以成长为代价去追求自由。听到这些是我的幸运。文笔这么好吗？你小卖部这藏龙卧虎，这文笔这么好吗？我的妈呀！我读到这个也是我的幸运啊，朋友，哇，写的好好，这文笔这很好，这文笔就是表达一个细腻的感情呢，又清晰是吧？又不矫情，又不让人听不懂，这是不容易的，一下就听懂了。祝你自由啊，祝你自由，好好追求自由，没问题。成长和自由肯定不是矛盾的啊，朋友，恰恰是成长才能带来自由。成长和自由不是矛盾的，他是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有一些不顾一切的勇气，然后觉得有时候成长呢感到自己有点麻木了。现在他最后的结论是说，想努力的不以成长为代价去追求自由。成长和自由不矛盾啊，成长、成熟、圆滑、油滑，这是好几个不一样的东西，朋友们。你可能在平时思考问题的时候，把这4件事当成了一件事。成长、成熟、圆滑、油滑，是吧？很多朋友把这当成一件事，这不是一件事啊，对吧？这不是一件事啊，朋友们。我恰恰认为，真正的自由只能来自于真正的成长啊，真正的负起责任。我觉得成长更相关的词，可能你要是把成长听到负面，你把成长想到负面的，你会想到成长跟油滑、圆滑，世故、面具，是吧？跟什么违背内心、妥协、虚与委蛇，你会跟这些联系在一起。但是我想到成长，我会联系成什么呢？我想到成长，我要联系到的词是自由、责任、担当、坚强，是吧？分享、奉献、给予。我想到成长会想到这些，所以在我心里，成长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词。你要是老把它联系到那些负面的事情上，它确实让你感觉很痛苦，但不是这样的。对，包容，对吧？成长就可以联系到这些词啊。释然，对，你看这大家写的很好。还有纠正我那个错别字的，给予，好的，谢谢，好的，坦然从容，对，给予，好的，温柔接受，对，接受是很重要的，成长接受是非常重要的，成长你学会接受，大概率就知道成长的美好，接受是非常重要的。尊重现实，对，实事求是，对吧？实事求是，我们这小卖部高频词汇，实事求是，一定要实事求是，这就是成长的一步。接受，成长。接受，成长几乎跟接受能画成一个相当正相关的一个曲线啊！你接受程度越高，你可能越能自由。接受比妥协更主动一点，哎，说的太好了，对吧？同样一件事，你要想到妥协，你就痛苦一些；你要是能想到一种方法接受，你会舒服很多。不用感谢我，我也很感谢你们啊！这个小卖部，我其实开始干这个小卖部，然后天天读信，我收获的应该是比你们多的，非常感谢大家。感谢你们对我的陪伴，很幸福。信任别人和被人信任，你们觉得哪个更幸福？你们感受一下，就是信任别人和被别人信任哪个更幸福，是吧？这没有标准答案啊，没有标准答案，我只是看看大家的感受，都幸福。对，最幸福的就是你信任别人的时候也被别人信任，就非常幸福。这就是我现在做的工作，非常幸福，不能更幸福。